人生许多道理，不是耳朵告诉你的，而是耳光告诉你的。从小到大，我们听过许多金玉良言，可后来该碰的壁还是会碰，绕不过的南墙依旧要去撞。越往后，就越是深刻地领会到，人生许多道理，不是耳朵告诉你的，而是耳光告诉你的。人教人，教不会，是教人，一次就够了。能真正让人开悟的，唯有挨鞭子、历贫穷、受冷眼、撞南墙。挨鞭子才知读书不苦。作家苏辛的朋友跟他说起过一件事。每年秋天，他奶奶老家的一位亲戚就会挑着2筐葡萄，赤脚从家里走到城里去卖。他非常震惊，竟然还有人因为穷舍不得买鞋穿。朋友却说，像他亲戚这样的人很多，他们生于农村，大多早早辍学，想早点出来挣钱，可是几乎一辈子都在底层挣扎。他陷入沉思，然后想到了自己身边的另外一些人。有位熟识的媒体记者，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还有2位同乡，一位是律师，一位是一家跨国公司的高层。他们都生于贫瘠的农村，通过读书来到城市扎根，从此与村里的人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人为什么要读书？因为读书永远是人生向上的敲门砖，没有知识，可能你连门都找不到。或许有人会反驳，韩寒退学一样成为作家，罗永浩只有高中学历，照样混得风生水起。可他们的成就不过是一种幸存者偏差，甚至他们本人都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提起读书的重要。就像罗永浩所说，上过大学的人从概率上出优秀人才的比例远高于没上过大学的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家境、运气、天赋不可能样样出众，没有知识和技能的托举，别提阶层跃迁了，光是活着都要拼尽全力。所以永远不要相信读书无用论。那个考上了北大的保安，虽然最后只是到了一所职业学校任教，可他也完成了对命运的改造。那个考上了研究生的宿管阿姨，可能最终的归宿还是相夫教子，但她的后代早已拥有了更广阔的视野。没有知识，只能在生活的泥沼中苦苦挣扎。被知识托举的人，才有余力驶过万重山，赏遍万千春色。历贫穷，才知面子无用。人在什么时候才会顿悟，面子是给狗吃的？挨穷时，囊中羞涩时，面子换不来金钱；有求于人时，面子当不了敲门砖。受穷时，一味端着所谓的体面，只会自缚手脚，让生活陷入更难的局面。小说《沧浪之水》中，主人公池大为曾是个愤世嫉俗的理想主义者。他看不惯别人阿谀逢迎，宁愿待在无人问津的中医研究院，领着微薄的薪水，一混就是3年。这3年里，身边的人有人分房，有人升职，他不屑一顾。孩子出生后，他因为职位低无法分房，只能让妻儿连同岳母跟自己挤在逼仄的房间里。儿子烫伤了，疼得哇哇哭，他却连住院的钱都拿不出来。小说里的情节又何尝不是生活中你我的经历？曾经我们都是池大为，我们把体面、场面、情面奉为圭臬，觉得面子大过天。可过去的这几年，时代的动荡，生活的艰难，早已将大多数人的面子吃干抹净。只要穷过，你就会明白，面子不过是人长大后给自己设计的一张面具，一把枷锁。唯有放下不值钱的面子，你才能扛起日子与生活斡旋。还记得转行做公交车司机的香港艺人吗？如果他放不下面子，他的父母妻儿一家人的生活要怎么办？还有那个名校毕业，为了高薪去当修脚师的高材生，如果他放不下面子，那么之前家庭的所有付出打了水漂，当他面对生活毒打的时候，又拿什么去从容应对？人在一穷二白的时候，不能过度强调自尊心。成年人的世界，面子是小，谋生是大。每个守着自己的1亩3分地，勤勤恳恳耕耘的人，才是生活的英雄。受冷眼，才懂世态人情。
杨绛先生曾说，世态人情可作书读，可当细看。身处卑微之时，才有机缘看到真正的人情冷暖。你弱的时候，听到的话是最难听的，事是最难办成的。路遥的人生中，家境贫寒的高加林，民办教师一职被县里领导的儿子占了去，一无所有，失魂落魄回到村里的他，遭到了村里很多人的嘲笑。人们在背后大肆讨论他，说他高不成低不就，是个不成器的败家子。然而某天，高加林在外当兵的叔叔忽然从部队转业回城，成了当地的劳动局长。一夜之间，那些平时轻慢他的人又纷纷围了上来。叔叔回家的那一天，曾对他冷嘲热讽的乡邻纷纷涌入高加林家，殷勤地帮忙生火做饭。人都有两副嘴脸，用哪一副嘴脸对你，取决于你的实力。王宝强只身北漂，寂寂无名时，曾被人无理地踹翻在地，等他成了名，当了导演，别人一口一个强哥的叫着。郭德纲3次进京，被人奚落给我当狗都不要，等他开创了自己的相声时代，数不清的合作都找上门来。人总是无法对纸上的道理心服口服的。当你受尽冷眼，遭过冷遇，就会明白，这个世界永远是强者的世界。没有话语权，就只能让别人替你发声；没有选择权，就只能任由别人替你做选择。当你强大到足够独当一面，全世界的人都会对你和颜悦色。4. 撞南墙，方悟人心易变。曾经我们都以为人心如磐石，不会轻易转移。可一旦你遭逢大起大落，就会发现，再好的关系也经不起高估，再深的情谊也会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唐明皇和杨贵妃曾在七夕夜于骊山华清宫长生殿里盟誓，愿世世为夫妻。想必那时的唐明皇早已忘记自己多年以前和梅妃也曾许下过情深如许的誓约。那时的他也一定想不到，不久之后的安史之乱，他会在马嵬坡亲手赐死这个女人。曾经他可以不要江山，只要美人，后来他却可以舍弃美人保江山。人心是善变的，有时候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足以推翻所有前尘过往。有些人你拿真心待他，得到的却是算计和背叛；有些人有利可图时与你亲密无间，一旦利益受损，立马抽刀相向。苏轼初入京城，与好友张敦相交甚笃，可政见不合时，这位亲密的朋友转眼成为置他于死地的对手。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诗人唐婉曾说，世情薄，人心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有些人你掏心掏肺也捂不热他的心，有些情你倾尽所有去留也留不住。为爱执着，为友情两肋插刀，是少年的特权。受了伤，撞了南墙，人就会变得坚硬，变得冷漠。失约或是一时兴起，交情大概也敌不过人性深处的自私与凉薄。感情易散，人心善变，才是世间最大的真相。所以去跟那些值得的人相伴，而不试图改变不值得的人。真是那些明月般纯洁的情谊，而不嗟叹令人遗憾的失去与过往。这个世界从来都不是温文尔雅的世界，相反的，世界从来都在以最残酷的方式来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我们会因为遗憾而心痛悲伤，会因为遭遇挫折和困境而不知所措。面对这些，倘若你只是一个温润的绵羊，没有一股子狠劲，那么必然无法在满是荆棘的世界上立足。正所谓人不狠，站不稳。任何一个辉煌人生的背后，从来都不轻松。只有当你足够狠，才能从容应对生活加诸在我们身上的压力和苦痛，将生活过成自己所期待的模样。对过去的事狠，往事清零。有人说，世上有一种人容易受伤，
那就是太怀旧的人。过去的事情无论再不甘，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对往事念念不忘，只能多伤痛，最后圈地自伤。网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人失恋之后总是放不下对方，看到对方的动态会胡思乱想，走到两个人一起去过的地方会睹物思人，而因为沉迷其中，让他不仅对工作没有了上进心，而且对生活也失去了热情，最终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其实生活中像故事中年轻人这样的人很多，他们总是执念太深，记性太好，从而纠缠在往事中，让自己越陷越深。泰戈尔说，如果错过月亮时你只是流泪，那你也将错过群星。无论曾经多么美好，过去的就应该放手了。毕竟人生不能总活在过去，更不应该让未来的生活给过去陪葬。人生一世，得失无法预料，倘若心中总是装满过去，那么便没有空间容纳未来。往后的日子还长，能够释怀的事别耿耿于怀，该放下的人别指责不休。只有当你懂得对过去的事狠一点，让往事清零，那么你才能够清空不必要的负累，轻松地去面对将来的生活。对消耗你的人狠，及时止损。在这世间行走，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是我们人生的贵人，帮助我们成长，而有些人却是我们人生中的阻碍，只会把我们拖进无底深渊。很明显，要想人生过得越来越好，那么我们必然要懂得靠近那些贵人，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可是总有一些人太过重感情，从而一直拖泥带水，不敢拒绝，最终给自己惹来麻烦。电视剧《欢乐颂》中，樊胜美长相漂亮，曾是学校很多男生心中喜欢的女生，工作后也有不少追求者。按理说，这样一个漂亮的女孩应该有一个不错的人生，可是事实上，她却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家里有一个生病卧床的爸爸，一个只会帮着哥哥的妈妈，一对好吃懒做、经常惹事的哥嫂。因为下不定狠心，摆脱不了家庭的枷锁，所以不仅毁了他本该好的姻缘，而且还把生活经营得一团糟。苏岑说，不必把太多人请进生命里，若他们走进不了你内心，就只会把你的生命搅扰得拥挤不堪。面对那些只能消耗你的人，唯有当你做个心狠的人，才能不被感情牵绊，轻松过好自己的日子。对自己狠，拼尽全力。富兰克林说，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生活从来都是公平的，虽然说付出10分未必一定会有10分回报，但是付出总会得到回报。我们看那些过得浑浑噩噩，连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的人，是因为他们命不好吗？不是的，只是因为他们对自己还不够狠，还没有拼尽全力。我见过这样一个年轻人，他高中没有毕业，个子瘦小，但是他却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在一个企业中从最基层的员工做到了公司副总的位置。很多人都羡慕他开了挂的人生，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在背后付出了多少。5年时间，每天5点起床，晚上加班到深夜，有时候甚至为了做项目、跑客户，他可以一天低米不进。正是因为他这股拼命的狠劲，才能让他在人才济济的公司脱颖而出，最终连着3年被破格提拔。丰子恺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遭遇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只要一个人永远不服输、不放弃，咬着牙往前冲，那么就算无法多么成功，那么也必然不会过得太差。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公平，那些忍受不住生活锤炼的人，只会最终被生活淘汰出局。只有对自己足够狠，忍得住生活重压，吃得苦中苦的人，才能够突破重重困难，终获成功。人生一世，没有谁是真的特别容易的，那些看似容易的背后，都有忍着泪、忍着痛、忍着苦的狠。余生还长，愿你能够逼自己成为一个狠人，从而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古人云，
读了曾广会说话，读了又学走天下。成书于明清时期的《增广贤文》一经问世，便风靡全国，家喻户晓。不过寥寥千字，投射出无数古今世事的缩影。书中这14句大实话，更是说透了人情的无常冷暖，道尽了人生的机缘真相。1. 礼微修负重，言轻莫劝人。无钱修入众，遭难莫寻亲。杨绛先生曾说，唯有身处卑微之时，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人没钱的时候没有朋友，弱小的时候恶人最多。身处于泥泞，身边全是跳脚市侩之辈，什么人都可以嘲弄你几句，什么人都可以踩你两脚。历尽世事沧桑，我们才明白，别人的态度只取决于你是强者还是弱者。这听起来残酷，却是人世间最真实的丛林法则。2. 别人骑马我骑驴，仔细思量我不如。当我回头看，还有挑脚汉。一个学者想寻找世上最幸福的人，他来到富翁的家，身处豪华别墅的富人却长吁短叹，为什么我不能住在皇宫？学者大失所望，返程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乞丐，正围着篝火跳舞，烤火取暖的时候，谁能比我更快乐呢？佛说，知足之法，即是富乐安稳之处。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生，只有看开的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已然是一种幸运。毕竟，当你抱怨没有鞋子穿的时候，这个世界的其他角落，很多人都没有脚。3. 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红楼梦》里，晴雯才貌皆全，可行事张扬，争强好胜，常给他人脸色看。宝玉的折扇也是说撕就撕。这些高调的行径被王夫人看在眼里，却为晴雯种下来日的祸根。最终，晴雯拖着病体被赶出贾府，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俗话说，枪打出头鸟，猪肥先上桌。那些行事张扬，凡是好出风头的人，往往会输得一败涂地。唯有与世无争，本是隐而不露的人，才能够守得一世安稳。4. 客不离货，财不露白。还记得《西游记》里的那个故事吗？唐僧师徒来到观音院，孙悟空好面子，拿出唐僧的袈裟给院中老僧炫耀。三藏却训斥：莫要与人斗富，你我是单身在外，只恐有错。果不其然，老僧觊觎上了唐僧的袈裟，心生歹意，夜里纵火行窃，惹出一众事端。正所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闯荡社会，罪忌漏富。一旦被别有用心的人盯上，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灾难。低调做人，闷声发财，才是避祸自保之道。5. 逢人且说3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际遇，遇到一个频率契合的人，便将自己的一切和盘托出，甚至以为说的话越私密，就越能增进彼此的感情。只是口舌没有遮拦，人心却隔肚皮。心里话不是对谁都可以说，毕竟不是谁都会真心替你着想。人生于世，守心不出错，守嘴不惹祸。话说3分，是静心观物的淡然，亦是审时时局的谨慎。6. 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作家谢可慧讲过一个故事。一次，他的朋友受一位老板所托办事，办完后，老板表示要支付费用。朋友拒绝了，但对方依旧坚持付款。后来，这个老板私下对谢可慧说，金钱和友情分得越清楚，就越能够长久下去。不少人谈钱色变，总觉得提钱就会伤感情。其实不然，金钱不是洪水猛兽，反而最能让你看清一个人的人品和一段关系的本质。那些能将人情和金钱分清，
能大大方方和你谈钱的人，一定值得深交。7. 道无好者是无贼，道无恶者是无师。网上这段话总结得好。当年少无知、未经世事时，是父母一次次批评引导，教你明辨是非，走上正道。当工作受挫、消极堕落时，是爱人陪在身边，给你警醒鼓励，帮你重拾前行的力量。当骄傲自满、得意忘形时，是朋友冒着绝交的风险，劝诫你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人这辈子，让你如沐春风的人很多，直言劝诫的人却很少。虚与委蛇的人很多，真诚走心的却没几个。一个总是满嘴好话的人，大概率对你并非真情实意。指出你缺点的人，才是在用另一种方式在保护你。8. 久住令人见，贫来亲也疏。相见易得好，久住难为人。知乎上有一个话题，你曾因为什么事跟别人绝交过？下面答案众多，都指向一个原因：从不拿自己当外人。生活上不分你我，把别人家当自己家，3天2头就来打扰，结果生出许多局语。交往中从不避嫌，什么都要问得一清二楚，最终导致不欢而散。再好的关系都会死于理所当然。俗话说，喝酒不超6分醉，吃饭不超7分饱，待人不超8分情。亲密无间，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一场错觉。真正成熟的人都懂得给感情留白。9. 饶人算之本，疏人算之基。论语有言：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能宽恕别人是胜算的根本，多让别人是胜算的天机。人越计较越疏远，情越计较越烦恼。生活从不是战场，凡事争个你死我活，结局无外乎两败俱伤。层次越高的人，越知道以退为进的道理。10.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行善之人如春园之草，不见其长，但日有所增。作恶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见其损，却日有所亏。说一句谎言，往往需要100句谎言来圆。做一件坏事，会带来无数个不安的日子。人品是一个人最好的风水。做人不过关，注定自损福报，更逃不过老天的因果报应。11. 相逢好似初相识，到老终无怨恨心。人和人的相处，如果都如初次见面那样美好，那么到老也不会产生怨恨之心。一个残酷的社交真相是，那些光速接近你的人，往往也会光速远离你。生活中刚认识就无比热情的人，其实对你另有所图。职场里对你施予过度善意的同事，日后往往给你使绊子。婚姻中那些选择闪婚的伴侣，后悔的更多。太快热的关系越容易疏离。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不如节奏慢一点，再慢一点。给三观一点磨合的时间，给彼此一段转身的空间。12. 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能在困境中笑着低下头的，都是聪明人。正所谓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根据时机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是保全之道，亦是破局之法。遭遇坏事，一能沉得住气，二能弯得下腰，以后才能重新抬起头。13. 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社交心理学上有一个隐藏的潜规则，如果一个人总在你面前评论他人，那么大概率他也在别人那里对你指指点点。说话之道，便是为人之道。人品差的人，看到的都是丑陋，说出的都是恶言。喜欢说别人是非的人，本身就会挑起是非的人。
你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在背后狠狠捅你一刀。14，无求到处人情好，不饮任他酒价高。蔡康永说，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情感账户，让你消耗太多，存储太少，就会亏空。小到一次往砍价拉票，大到借钱周转，托人找工作，人家帮你是情分，不帮也是本分。一直这么消耗下去，稍有不慎，彼此的关系便岌岌可危。切记，能用钱解决的事，千万不要用人情。凡事独当一面，才更潇洒体面。作家刘震云在《一句顶10000句》中写，这世界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让你醍醐灌顶，真正让你灌顶的，只能是一段经历。教诲人的不是道理，而是教训；叫醒一个人的不是说教，而是南墙。你总要走一些弯路，栽一些跟头，才能在刻骨的伤痛中突然觉醒。愿你我经世长智，立世成人。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